做一个调查，喜欢 F14熊猫的请举一下手，是因为它的可变后掠翼喜欢上它的请再举一次手啊。如果你举了2次手的话就比较遗憾了，因为今天的空中呢实际上已经很少几乎见不到可变后掠翼的飞机在翱翔了。原因我讲过，可以翻回去看看。但其实可变后掠翼是有很多优势的啊，比方说在低速起降时提供更多的升力，在高速飞行时减少更多的阻力等等。只是由于之前的科技树点的有点不太对，就很难再继续延续下去。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就在刚刚，科学家实际上已经研发出了一种特殊的金属，而用这种特殊金属制造而成的机翼，在起降时可以自己伸展变长，在高速飞行时又能自己收缩变短，完全不需要借助任何机械结构的帮助。你们觉得妙不妙啊？更妙的是，这种金属出自咱们中国科学家之手，论文也已经发表在了9月的《自然》杂志之上。它是一种全新的镍钛合金，强度与钢相当，但弹性却是钢的20倍。于是这玩意儿铁骨柔情啊，未来能干很多大事。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它。我们还是聚焦在咱们最感兴趣的领域——可变形机翼上。这种新材料会对机翼带来哪些革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得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可变形机翼，它有哪些优势啊？它又有哪些技术路线？它面临的困境又是什么呢？好，可变形机翼顾名思义，就是能够在飞行过程中根据不同飞行状态进行形状调整的机翼。传统机翼虽然在设计时已经经过了精细的空气动力学考量，但其形状是固定不变的，无法应对飞行当中不断变化的气流的情况。而可变形机翼通过适应飞行时的风速、角度等条件，能够在各种飞行模式下表现出更高效的性能。首先可变形机翼能够减少飞行时的空气阻力，根据飞行速度的不同，机翼可以自动缩短或者是延伸，从而在高速巡航和低速飞行时都能够保持最佳的气动效率。这意味着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可以减少燃油的消耗，增加续航的能力。这对于民航客机和军用飞机来说都是巨大的优势啊。其次，可变形机翼还可以提高飞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飞行器的操纵性能将极大地依赖于机翼的形变的能力。比如，当飞机遇到强气流时，机翼可以适时的调整形状，减轻颠簸带来的影响，甚至能够有效的避免一些飞行事故的发生。最后未来的可变形机翼可能会让飞机具备更灵活的操作性能，例如军事用途的无人机或者战斗机可以通过改变机翼形状来提高机动性，使得它们在空中更加的敏捷，从而在战场上占据更有利的位置。目前，变形机翼的研发路线呢，可以大致分为3类：可伸缩机翼、柔性机翼和主动控制的气动弹性机翼。这些技术路线各有优缺点，也代表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咱们先来说可伸缩机翼它是通过机械手段将机翼的长度、角度或者其他部分进行物理改变，从而达到形变的目的。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波音公司在其概念设计中提出的伸缩翼尖，在飞机起飞和着陆时，机翼可以伸展以增加升力，而在高速飞行时，机翼则可以缩短以减少阻力。这样的设计优点是相对简单，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可以直接应用于现有的飞机改造当中。缺点则是由于需要依赖机械结构进行伸缩，这种设计通常就增加了机翼的重量，并且伸缩的关节部位很容易成为结构疲劳的薄弱点。接着我们来看看柔性机翼，它采用的思路是整个机翼材料本身具有弹性和可塑性，能够在飞行过程中根据不同的空气动力条件进行自适应的调整。波音和 NASA 联合研发的 Morphing Wing 变形机翼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种机翼利用复合材料的柔性特点，通过调整机翼内部的气压，使其表面发生形变。于是柔性机翼能够更平滑地调整机翼的形状，减少了机械结构对飞机整体重量的增加，且气动效率相对较高。这是优点，但缺点也很明显由于机翼材料本身要兼顾柔韧性和强度，材料的研发和制造成本较高，且在高压高速的飞行环境当中，柔性材料的疲劳寿命也很可能成为限制的因素。最后呢，就是主动控制的气动弹性机翼了。这种技术路线的思路是通过机翼上的传感器和执行器实时监控飞行过程当中的空气动力的变化，并主动调节机翼的弹性形变，类似于智能机翼。例如欧洲的 Flex OP 项目就在致力于这种智能机翼的研发，它可以通过精密的控制系统进行实时的调节，提供更为精准的飞行控制和更优的空气动力学性能，但其系统复杂，制造成本和维护成本都很高并且对传感器和控制系统的精度和响应速度要求极高。所以在变形机翼的研发当中，材料的选择就是关键因素之一了。传统的金属材料如铝合金和钛合金虽然坚固耐用，但在
形变能力上表现欠佳。而一些高分子复合材料虽然柔性出色，但强度和耐久性不足，无法在恶劣的飞行条件下长时间的使用。正因为如此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既具备高强度又具有高弹性和形变能力的材料。镍钛合金的出现就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方案。镍钛合金以其记忆效应而著称，即当这种合金材料发生形变后，只需要加热至一定的温度，它便能够恢复到原来的形状。这种特性使得镍钛合金在航空领域表现出极大的潜力，因为它不仅具备高强度，还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变形后自动恢复。这对于设计可变形机翼是具有极大的优势的呀。最近的研究更是通过一种全新的工艺，将镍钛合金变成了既是金属也是玻璃的全新材料。研究人员通过3步法处理镍钛合金，首先是让材料升烫50%，然后再把它加热到300摄氏度，再继续拉伸，最终制成的材料具有与钢相当的强度，但其弹性却是钢的20倍。这种材料能够耐受极端的压力和温度变化，同时具备优异的延展性。镍钛合金的高强度和高弹性，自适应形变与延展性优异等突破点，无疑就为未来的机翼设计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传统机翼设计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如何在高强度和高弹性之间找到平衡。而这种新型合金材料的出现，似乎正好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未来变形机翼的设计将更加大胆和创新，比如机翼可以通过其内部的加热装置，在需要时恢复到其最优的形态，甚至在飞行途中根据环境变化进行多次形变调整，这将极大的提高飞机的气动性能，并降低飞行能耗。在军事领域，变形机翼还可以赋予战斗机更多的作战灵活性通过实时调整机翼的形状，战斗机能够在空战中占据更有利的姿态，同时也具备更强的隐身能力。而在民用航空领域这种技术的应用则可以大幅提高飞机的燃油效率和安全性能，进一步降低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怎么样？是不是感觉科幻马上就要走进现实了？所以这么看起来，南天门计划真的就只是科幻吗？有个好消息，我们又在一个曾经被国外卡脖子的技术上实现突破了，那就是用在火箭上的复合材料燃料箱。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有点让人激动的东西。跟火箭发动机比起来，火箭燃料箱通常不太被大家所关注，但其实它却相当重要。一方面要实现作为容器对液体推进剂进行储存、增压输送等功能，另一方面也要作为火箭的主体结构来传递飞行作用力，所以对它的结构强度、可靠性和轻质化的要求都很高。也许大家听说过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目前大部分火箭燃料的注箱壁厚只有5毫米，甚至有一些只有3毫米。相对于动辄3到5米，甚至大到10米的火箭直径而言，这些3-5毫米的壁厚其实比易拉罐还要薄。做这么薄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减重，因为注箱的结构重量占火箭舰体结构总重的50%以上。如果把它减得够轻，那火箭自身的重量也就变得更轻，自然就能送更多更重的载荷上太空了。目前制造火箭燃料注箱大量使用的材料是铝合金，比如铝铜合金、铝锂合金等等，它们就既符合又轻又强的特点。但总的来说它还是金属，所以密度并不小。就拿最先进的铝锂合金来举例，它的密度每立方厘米大约是2.7克，相比起来复合材料的密度只有每立方厘米1.7克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用复合材料来制造火箭燃料的注箱的话，可以直接减重30%左右，对有效提升火箭的运载能力可谓意义重大。那么它的强度跟金属材料比起来又如何呢？复合材料的比强度是铝锂合金的6倍之多，所以完全没有问题。这里我可能需要解释一下比强度这个概念，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材料的强度与重量之比，比强度越高，意味着能够用更轻的质量来达到更高的强度。所以综合起来，复合材料注箱又轻又强又抗疲劳，而且还可以降低火箭的综合成本哦，因为它的生产工序少，制造周期短。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相比起金属注箱，可以把火箭的综合成本降低大约25%左右，是不是太完美了？可是在这之前，这项技术却是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的，帮我们甩出了很多条街。比如在几年前 ，SpaceX 就能做出直径12米的复合材料燃料箱了，而且还是用来装液氢的。大家都知道液氢多冷零下200多度，用复合材料装它，竟然不会脆、不会裂、也不会渗漏，这简直难以想象。而彼时的国内，连铝锂合金的燃料箱都还没有实现突破，只能望着别人的背影，卯着劲使劲追。
好了，总算2021年1月22日，我国首个3.35米直径复合材料注箱的原理样机在火箭院诞生了。我们也打破了垄断，成为了全球少数几个具备生产这种先进注箱的国家之一了。在骄傲的同时也真的对中国科研人的精神由衷感到佩服，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从复合材料注箱的结构设计技术，到多尺度复合材料的渗漏抑制技术，从高精度自动铺放技术，再到可靠的粘接密封技术等等，每一项都需要跨过很多道坎，并且很多都是属于国内的首次尝试，真的很不容易啊。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成功的原理样机，并且直径也还只有3.35米，装的也是温度不算太低的液氧，离我们刚才说到的 SpaceX 那12米直径装液氢的复合材料注箱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里程碑既然已经被擦下了，那么追赶的步伐也会被继续放大，属于我们的太空时代终究会来临的。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2004年的一天晚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实验。2名小学生突破重重阻碍，潜入到戒备森严的纳米实验室，然后从文具盒里面掏出了自己的铅笔，开始用透明胶带一点一点地粘掉笔芯上面的石墨，于是石墨烯就诞生了。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做这场奇怪实验的是2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而获奖的原因正是来自这个看起来只会是小孩子在打发无聊上课时间时才会干的事。说实话，我以前也干过，但怎么就没有见分离出石墨烯来呢？可能是我的手法不太对吧。而这2位科学家的无聊行为却最终获得了回报，他们分离出了单原子石墨膜，这是一种比钢结实200倍，重量却只有它的1/6的极其优良的导体。从发现的那一刻起，就被誉为是工业圣品。关于它的优点，人们已经讨论太多了，我呢也就不需要再去讲什么了。今天想讲的是一个可能比石墨烯还要更厉害的新材料——锌烯。它究竟有什么厉害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锌烯又叫做单层烯原子，它跟石墨烯相似的地方在于都拥有单层的原子结构。实际上，就连锌烯这个名字也来自于烯与石墨烯的组合。它有2点值得我们来说一说。第一点就是它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在计算机芯片工作温度下以100%的效率导电的材料，也就是类似于室温超导。第二点是，发现这种新材料的是一位华人科学家，而参与到这种新材料的研究制备的是很多的中国科学家和中国科研院校，包括清华大学、中科大和上海交大等等。可以说，如果在石墨烯身上还很难找到中国基因的话，那么在锌烯身上就到处都是中国的基因了。锌烯是一种被称为托普绝缘体的特殊材料，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劝退的意思，但大家其实也不必去真的搞懂它背后的意思。我们只需要知道这种材料只会在其外部边缘或者是表面来导电，内部则是完全绝缘的。当托普绝缘体只是1个原子厚度时，它们的边缘导电率会达到100%，也就是实现了零电阻。这些不同寻常的性质是由材料当中重原子的电子与原子核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造成的。用一句通俗的比喻来解释，就是由于这样的相互作用，它们迫使电子在没有任何速度限制的特定车道上移动，就像是德国的高速公路上一样。而只要是在这些位于材料边缘或者是表面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呢，电子就不会遇到任何的阻力，既不限速又没阻力，电子也只好放飞自我了。所以锌烯虽然不是室温超导体，但却跟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可以用来替换电路板晶体管中的硅，使处理器的功耗和发热显著降低。下一个科技圣地可能就不是硅谷，而是硒谷了。另外，锌烯的2维超导特性还有可能跟它的托普性质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托普超导体，然后借助超导态下的稳定电子配对和量子相干效应，更好地实现容错托普计算，提升能效比、实用性和运算速度，帮助打造出新一代的量子计算机。很激动吧？但这些呢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为它是一个偏基础科学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到生产线，从计算机模拟来到现实面前，过程是很漫长的。只是按照其中一位参与研究锌烯的物理学家的话来说，这就像人类登月一样，迈出第一步是最关键的。既然这一步已经有了，未来的一大步还远吗？而且迈出脚步的还有这么多踏实又勤奋的中国科学家呢，我们共同期待就好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不管是液态金属电池还是锂电池，之所以能够充放电，是因为它里面发生的电化学反应是可逆的。
基本过程是这样的。当电池接上负荷放电时，比如去点亮一盏小灯泡，金属阳离子从负极经过内部的电解质朝正极移动，而它失去的电子则经过外部导线朝正极移动，这样就在外部导线上形成电流了。来到电池正极的金属阳离子和电子同本来就在这儿的金属化合物结合，生成新的金属化合物。当负极已经没有了多余的阳离子和电子之后呢，电池自然就处于缺电状态了。充电的过程正好是反过来的，当外部接入电流，之前在正极所生成的新的金属化合物开始分解，把原本的金属阳离子和电子又吐了出来，两者又沿着原路返回到负极。当所有的金属阳离子和电子都回归到原位后呢，充电也就完成了。好，知道这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液态金属电池和锂电池有什么样的具体区别了。液态金属电池，你从它的名字里面就能够听出来啊，这种电池最明显的两个特征，金属和液态。电池的正极和负极都是金属，它们被封装在一个陶瓷容器当中。为什么要用陶瓷呢？因为这种电池工作时会被加热到大约500摄氏度左右。对了，正好可以把其中的金属电极融化成液体状态。当然，其中还必须要加入另外一种也是熔的金属盐作为电解质。最特别的是，这三者正极、电解质和负极的排列是自动完成的，由它们的密度说了算。就像是把油倒在水面上一样，自己就分层了。这里就产生了第一个比锂电池大得多的优势，因为锂电池在加工的时候是需要像千层饼一样一层一层的把电极材料垒起来的，而液态金属电池呢，只需要你给它一个外壳，剩下的事儿就由它自己搞定了。最重的瞬间疗愈。你不知道吧？我国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地铁上的第一块透明显示屏呢，就是 OLED 了。不仅可以实时提供天气预报、新闻、列车运行等交通信息，点击触碰还可以看视频、逛网店呢。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更是新时代城市腾飞的基石。透明 OLED 赋能智慧交通，点亮智慧城市科技树。如果把透明 OLED 变成大门，那它将为你打开一个未来新世界。你会惊讶地发现，会议室里面的每一扇窗户都可以变成视频会议的窗口，数据分析会议记录的白板。而家里面的透明橱柜、卫生间里面的透明魔镜、床边的透明幕墙，则可以随时随地让你欣赏大片。为什么透明 OLED 能够如此惊艳呢？因为它充分发挥了 OLED 能够自发光的优势，再结合透明子像素这一技术的加持将显示屏的透明度提高到了40%的程度，并且还不会牺牲画质，显示效果依然卓越。透明 OLED 以独特的显示方式与周围环境融合统一，创造了全新的视觉空间与交互体验，也为各个行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场景与应用价值。透明 OLED 把所有透明表面都变成随时显示的屏幕后，很酷，很有未来感，对不对？很快不论是商场、展览、博物馆，还是地铁、飞机、会议室、家里面，都是完美化身科幻场景的地方了。虚拟和现实得以更好的融合，我们也就是生活在更加多彩的未来世界里面了。身在其中，我们就是在创造未来，你期待吗？未来人类，或者鬼知道是什么能动的东西如果挖出来这样一个1块钱硬币大小的玻璃片的话，那么它就发财了，因为这里面可能储存着史前文明的全部记忆当然，我们就是这个史前文明了。而当然，它能不能真的发财呢？得取决于地球上的下一轮文明有多先进了至少得跟我们一样吧。这项技术叫做5维石英数字存储技术，其实早几年前呢就被发明了出来，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已。它通过激光以飞秒级别的脉冲，在石英晶体的内部蚀刻出一系列上下左右间隔5微米的纳米光栅，而这些纳米光栅就储存着信息了。有点不太好理解，对不对？那我们就拿简单的 CD 来举个例子。都知道计算机的数据，不论是什么样的数据，文字、图片、视频等等，所有的一切呢，本质上都是由一系列的1和0组成的。CD 通过在其反射层上面刻上一系列的凸线来体现这样的1、0排布。当激光照射到有凸线的地方时呢，它就会被反射回到传感器，于是数据被记录为1。当激光照射到没有凸线的地方时呢，就不会被反射，传感器没有接收到信号，于是就会将数据记录为0。所以你看要是我们用 CD 这样的单层材料来记录数据时呢，它就是一个2维的记录方式了。想要加大储存的密度那就把单层的变成多层的呗。DVD 和后来的蓝光碟就是这么干的。于是数据记录除了长和宽，现在就加入了高，变成3维的了。那石英上凭什么又多了2维成了5维呢？
因为石英晶体特殊嘛，它里面被蚀刻出来的纳米光栅遇上激光之后呢，会产生双折射，而双折射由于蚀刻光栅的特征不同，又表现出了2种不同的参数嘛。偏振和强度分别由光栅的排列方向和光栅的尺寸大小来控制，就为存储材料带来了额外的2个维度了。你看，飞秒、纳米、5维，你不需要真的知道它们在小数点之后有多少个零，只需要知道这一下存储数据的坑就超多超密了，自然就能够在更小的记忆体当中装下更多的东西嘛。前几年的水平呢，是一个硬币大小的石英能够存下360个 T， 现在好像是增加到了500 T， 并且支持一定程度的擦写了。好，它除了能存的超多，石英嘛，也就是2氧化硅、玻璃，还超耐用、超抗造，对不对？随随便便保存个几千年是不成问题的，不知道甩了磁盘光碟多少条街了。所以，如果人类文明真的在某一天戛然而止能够将我们的集体记忆留到下一轮的大概率就是它了。最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得到这样一块记忆石英，你准备拿它来存什么呢？F1 赛车上有一个很容易让人忽视掉的特征，就是这些装在驾驶舱前面的锯齿状挡风玻璃了。姑且称它们为挡风玻璃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 F1 赛车呢都是有的，但至少我在几乎所有的梅赛德斯 AMG 车队的赛车上都看到了它们。所以它们究竟是干什么的？它们真的能挡风吗？答案是还真的可以其实它们的工作原理呢，跟我们经常都能够在飞机发动机和机翼上看到的涡流发生器是一样的，为的就是制造出涡流了。在机翼表面，涡流可以让气流更加服帖地流过机翼，增加飞机的操控性。而在这里，众多锯齿产生的更小、更整齐的涡流，则有助于相互打架、相互抵消，这样他们就不容易把赛车手的头盔吹来四处乱撞了。如果这里没有挡风，或者是一个带有平直边缘的挡风的话，不仅会产生出更大的涡流，而且还会在其横向的滚转轴的作用下呢，将空气向下拉入驾驶舱。如此，它就不能很好的在尾翼部分提供下压力了。而当用锯齿来切碎这些涡流时，情况则恰恰相反，纵向的滚动轴让两侧汇拢的涡流正好碰到一起，抵消了。即使是那些没有抵消的，至少也能够在移动到尾翼后提供出下压力嘛。所以你看如此不起眼的一个设计，竟然能够扭转乾坤，是不是很厉害呢？航空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是需要吸入空气的，这个工作呢由进气道来完成。但你有没有发现客机发动机的进气道又圆又短，而战斗机的进气道嘛，这很多都是又方又长的。这是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航空发动机的进气道。这2天呢，我正好有些感冒鼻塞，所以吸到肺里面的空气就要比平时少很多，大脑缺氧的感觉非常明显，所以完全就不想动。对发动机来说，进气道显然就是它的鼻子了，而你最不希望看到的，应该就是它也鼻塞了吧？但它还真就爱鼻塞。为什么呢？因为跟我们不一样，飞机尤其是可以超音速飞行的战斗机呢，它的速度范围非常广，而随着其速度的不同，吹入其鼻子里面的空气数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有麻烦了。发动机的核心只有一个，也就是它只能针对一种进气量高效工作，进气太少或者进气太多呢，它都吸不过来，相当于就是鼻塞了。而除了鼻塞还有更麻烦的，那就是这个发动机的核心本身还特别脆弱，要是吹进来的空气速度太快，就会让里面的叶片发生震颤，从而损坏，后果很严重那极限是多少呢？必须是亚音速的。你看这前后2点，对飞得不那么快，速度范围也不是那么大的客机来说还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对需要一路加速到超音速的战斗机而言，就十分不友好了嘛。那可怎么办呢？就只能针对它的鼻子，也就是进气道下手了。战斗机的进气道之所以那么长，就是要肩负着解决以上2大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先说减速，早期的进气道大多是皮托式、激波锥式和2元式，现在呢，这很多都用上了加莱特式和鼓包式。但不论是什么式，减速考的都是一个式，那就是激波。上一期我们刚好讲到过激波，超音速气流在经过激波后速度大减，压力剧增，这不正好就是进气道想要的结果吗？所以呢，进气道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人为的制造激波。
皮托式进气道是一个盾头带开口的结构，能够产生出减速能力极好的弓形击波，十分的简单粗暴，常见于第2代战斗机身上。当然，也有一些注重亚音速性能的3代机会使用，比如 F-16。它的缺点嘛也很明显，弓形击波的中心其实是个正击波，而正击波带来的阻力很大，还会让空气的能量骤降，导致发动机因为得不到高能量的气流而效率下降。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不希望一开始就产生弓形击波的，它最好能是个斜击波，然后再慢慢变成弓形击波，这样既降了速，也不会损失太多能量。于是晚期的2代机和早期的3代机呢，就开始使用上了击波锥的设计。它会先用圆锥的尖端产生一道圆锥形的斜击波，让这个斜击波正好落在后面的进气道的边缘。进入进气道后呢，斜击波就会在2个表面之间开始反射了，每反射一次，速度都会减少一点点，最终演变成一道较弱的正击波。经过正击波后，气流彻底减速，最终来到了亚音速。同时由于是温柔的减速，所以依然还是能够为发动机提供能量较高的空气的，效率自然也就不打折了。有的击波锥甚至是可以前后移动的，以此来调节进气量，从而匹配发动机的不同工作环境，达到更好的工作效率。比如 SR7 上面那2台 J58 发动机。当然，跟下一代的2元进气道比起来呢，击波锥对气流做的那些事儿就根本不算什么了，因为它能够实现更加复杂的控制。比方说，可以缩放的进气口，在压音速时扩大进气口，增大进气量；在超音速时缩小进气口，减少进气量。比方说，可以调整角度的进气道上缘斜坡，它能够让斜击波在任何飞行速度下都正好反射到下缘上，形成后续的减速链路，让发动机始终保持高效工作。很好了，对吧？除了结构有点复杂，重量不够轻盈以外，在进气方面呢，你还真没啥可以要求它的了。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点，慢慢就暴露了出来，不够隐形。2元进气道必须是个矩形，否则呢，之前说的那些美好的气流调节功能都是白瞎。但矩形的截面恰恰好相当于是一个完美的角反射器，使雷达波能够被原路折返，大大增加了其被探测到的可能性。这个在现代空战中就是绝对的硬伤了。那该怎么办呢？那就拿个斜切工具把矩形推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吧。它呢就是 F-22 机下面挂着的加莱特进气道了。有没有觉得如果只是把矩形推成平行四边形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嘛？应该没这么简单。你的直觉是对的啊，加莱特进气道的来头可不小啊。虽然不太看得出来，但它其实是一个沉波体。我们之前讲沉波体的东风1070拿过一个模型来举例子，就是这个把2边往下拽了的斜导沉波体了。它可以把击波面包裹在其下表面上，从而利用击波来获得升力。那个视频很有意思啊，推荐你一定要看看。然后我们把这个斜导沉波体复制一下，翻转一下，再看看它俩接起来的击波面，是不是有点眼熟了？对的，就是加莱特进气道的那个平行四边形截面了。所以理想情况下，加莱特进气道是可以形成一张像薄膜一样包裹住其入口的击波面的，从而在不需要任何可调结构的情况下呢，获得较高的进气效率，同时还能避开直角边的直角反射器效应，提高隐身性能，所以算是一个既轻盈又高效的现代进气道了。那么还有没有比加莱特进气道更加现代的进气道了呢？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鼓包式进气道了。它的全称应该叫做无负面层隔道超音速进气道，但由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位于进气道入口处紧贴着机身的那个鼓包了，所以通常都叫它鼓包式进气道。那么这个鼓包到底要干什么呢？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就是为了把负面层隔道给去掉的。让我们回头再去看看前面的几个进气道啊，有没有注意到它们同机身之间呢，通常都留着一道小缝。这个小缝就叫做负面层隔道，为的是防止负面层的气流进入到进气道里面。由于飞机的机身同空气之间是存在摩擦的，就使得紧贴机身表面的那一层薄薄的空气呢，流速较慢。当这层流速较慢的空气同其余的超音速空气一起进入到进气道后，极容易造成压力分布不均匀，轻则使发动机叶片发生震颤，加速金属疲劳，减少寿命；重则使压气机失速传震，直接报废。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必须要把负面层隔离在进气道之外的。但负面层隔道的存在也不利于战斗机的隐身啊。其缝隙特定的宽度会使得特定频率的雷达波正好可以跟它发生共振，反射出强烈的回波，增加了自己暴露的风险。
而鼓包设计的妙处就在于其前部扁圆锥形的造型，在气流经过时会在中间产生出一个高压区，来将负面层的低速气流推到两边去，使它们不偏不倚，正好错过了进气道的入口。但它难也就难在巧妙上，鼓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三维曲面，很难用传统的方法来分析和计算其产生的结果，只能依靠现代计算机的强大算力来不断模拟与优化，所以只有可能出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上，比如 F-35、歼20等等，在降低了重量和生产成本的同时，却提高了进气效率与隐身性能。好了，以上就是这几种超音速进气道的简单介绍，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啊。之所以超音速飞机需要用到进气道呢，就是为了将超音速气流降低为亚音速气流，以便发动机能够正常的呼吸。而且降低的手段最好尽量温柔，能用斜击波就不用正击波，能多用几个斜击波就多用几个斜击波，越多越好。与此同时，要是还能做到结构简单又隐形的话，那就好上加好了。你记住了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啊，很可以，很可以。空警500，运20。这是我前段时间去珠海航展时，用这台徕卡 M3 旁轴相机和这卷135的黑白胶卷拍出来的照片。大家也许把数码的照片呢都看得够够的了，那么黑白银烟下面的胖妞空警5006爷还有5直10会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看看啊。是不是完全就不一样啊？我很喜欢这种带有颗粒的厚重感，是数码相机怎么都模仿不出来的。所以呢，你也想自己尝试一下吗？其实很简单啊。下面呢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不严谨的黑白冲洗教程了。之前黑白胶卷的冲洗理论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直接来实践一下。这个是德国的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胶卷，是一个感光度是50的胶卷。然后这个据说呢，它里面的这个分辨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它的是全光谱的性能非常好。这卷胶卷是在2020年的12月份就会过期的，现在已经是2021年的10月份了，过期了1年，对，差不多1年。然后不知道它效果会怎么样。然后我们要用到其实冲黑白胶卷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只有几步嘛。第一步是显影，然后显影完了是定影，然后定影完了之后呢，就是一个长时间的冲水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呢再加上所谓的稳定剂就是这样一个稳定，其实去水质的。因为我们用水洗之后呢，那个胶卷底片上面有可能会沾上水质，然后有水质之后，这个后期再扫描各方面处理可能就不是太方便了。那用这个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挂到晾干结束，它就是没有任何水质的。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试一下这是我的胶卷，这是我的显影液，然后它们两个呢是匹配的，这都是 HR50的这个 HR50的胶卷，再加上 HRDEV， 就DEV 嘛是 develop， 对 develop 就是胶卷这个冲洗的这样一个英文的缩写，然后。其实这个药水呢也已经过期了，是2018年的9月24日就过期了，所以说这两个都是过期的。但其实黑白这个胶卷和黑白药水呢过期并不是太重要因为这个它总之最后的呈现因为胶卷说白了就是一个有所意外性嘛，对吧？胶卷拍摄它跟数码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总会给你一些惊喜，就像上次这个九寨沟翻车的我还能救回来呢。所以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它的这个显影时间呢是1:49，比如说用1份药水加49份这样一个清水混合起来之后呢，在22度的条件下要显影11分钟。那我看看现在的水温是多少？26.5度，现在的水温是26.5度，也就是说是比它的这个标准的要高4.5度。理论上是应该要缩短时间的如果是11分钟的话，大概估计应该在6、7分钟、7、8分钟这个样子。但是呢，考虑到我的药水和胶卷它都是过期的，所以我就按照这个正常的22度的来显影11分钟。我们来试一下，顶多它不会出现这个显影不足的情况，肯定是会显影过度，对吧？显影过度那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它就会更厚啊。就是胶卷的话，它底片出来就会变得更厚，更厚，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其实就是它的对比度会更大，黑的更黑亮的会更亮。这个每个人喜欢的这个不一样，有人喜欢这个比较柔和的，有人喜欢这个比较厚重的。对，我们看看出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啊？先取胶卷吧，对，然后把胶卷取出来之后呢，装到我们的显影罐里面。这是我的显影罐，然后显影罐打开，装到这个片芯里面这个呢都是要在暗袋里面进行操作的。如果你没有暗袋的话，那有一个巨大的暗房也可以啊，当然我这是没有暗房的，所以说我就用暗袋。我们取胶卷可以用这个这是一个马田的这个专门的暗盒，就是取胶卷的这样一个小工具，其实很简单，把它插进去，可能有点手生了，我都好久没有取过了。然后听声音，好，听到咔的声音之后呢，两个一起掰进去，你看就夹出来了。需要把这几样东西，暗盒，然后片芯、片轴、胶卷、盖子、剪刀，然后全部放到我们的暗袋里面，然后把手伸进去，就开始黑暗当中进行摸索了，完全凭手感。但我手感还不错因为以前也装过很多次了。好，装好了，把它插到片轴里面，装进冲洗罐就可以了。夏天在暗袋里面装胶卷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会闷在里面出很多汗，然后汗一多的话，它就会把胶卷粘住，粘住之后就更不好取了。所以说我强烈建议，如果是夏天的话，在家里面用暗袋来取胶卷，一定要开空调。好，然后压紧。确保压紧之后呢，然后再打开。好，现在搞定了，胶卷现在就已经在里面了，然后等待着我们把它给这个显影出来。而第一步呢，先要用水给它润湿一些。我这个虽然说是用有矿矿泉水这个瓶子装的但是家里面再有矿呢，也没法这么豪啊。这里面其实是自来水，是空瓶子而已。对。先用一些水给它洗一洗，好，然后把它，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黑的所以再洗一下。第二次水呢，就会要干净很多了。接着就要开始显影了。用这个药水呢是，你看1:49，也就是说1份它，然后49份清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10毫升的这个药，490毫升的清水，又煮成了500毫升。因为我这里面只有1卷胶卷，其实没有必要这个用到500毫升的这个药水。如果滚的话，240毫升就可以了。那我就用一半吧，也就是说5毫升的药水，然后再加245毫升的清水就 OK 了。其实这个药水配出来之后，完全没有必要说是只用一次就把它倒掉，可以用，应该是冲2、3卷是没有问题的。摇晃均匀，好，接下来就把它倒进去。但倒进去之后呢，我们必须要计时，开始计时。那接着呢，就是一个比较机械化的操作了，滚。当然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比较巧妙的方法，比如说像以前我就自己做了一个这个电动的这个滚筒机。但是上次搬家的时候呢没有带，所以说现在又恢复成手动来滚了，频率不能太高然后这个滚动呢其实也是有手法的，就是如果你滚得太慢，它有可能会显影不充分；然后如果滚得太快的话，也有可能显影过度。所以说这个完全是取决于这个经验，对，然后根据你最后显影出来的效果，然后来做一些调整。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你要是能帮我摇就好了啊。A few moments later， 时间快到了，把它倒掉。如果要讲究一点的话，现在应该是要倒一步叫做停止液啊，但是呢，就是我没有那么讲究啊，也所以说直接倒清水也可以的，直接倒清水，然后把它洗一遍。也就是说，把刚才的我们的显影液的这个残留液呢，给它去除掉。就这一步到底你是洗1次还是洗2次，其实问题都不是太大的，最主要是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把之前的药水给它洗干净就可以了。好，其实，在我们之前显影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先把定影给它配好，但是我没有配，所以说现在就放在这儿，然后来配定影。定影呢也是这个 ADOX 的，然后是1:9，也就是说1份它1份药水，然后9份清水。那如果我要配250毫升的话，就是多少？就是25毫升的药水加上225毫升的清水。定影药水，其实定影药呢就可以用的次数更多了。根据我之前的经验啊，我的定影药水最多的时候可能冲个10几卷胶卷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还是要注意这个每次冲胶卷的间隔期，你前后间隔时间不能太长，因为药水它会氧化嘛，然后氧化完了之后，这个它的药力啊各方面就不够了。然后当这个定影药水药效不够的时候，它最后定出来的这个胶卷就不通透。说白了就是它没法把这个胶卷上面还没有显影的那个乳化银啊，等等化学物质给它这个清洗掉，所以说最后的就会呈现出来的感觉呢，就是在胶卷上面有一层雾蒙蒙的东西。但这个如果你发现我们定完影之后，你把这个胶卷底片取出来，发现上面并不是很通透的话，也很好解决，你再把它放进去，然后再定影就可以了。那到了定影这一步呢，其实它就不怕光了，你把它拿出来也没有任何问题。好，定影的时间呢，30分钟、4、5分钟都可以，比较随意了。那这一步也是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好，我们还是定个时间吧，定个5分钟吧。这一步完了之后呢，其实就是水洗了，剩下就是水洗了。但是在水洗之前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叫做水洗促进液，来泡一下，给它浸泡个1分钟左右。它的作用呢是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定影液给它用化学的方式给它中和掉。这样的话就是会待会儿在冲洗的时候呢，就冲洗的会更彻底一些，同时可以减少水洗的时间。因为水洗的话，通常它要求你要在流水的状态下冲洗10分钟，但这样的话其实是蛮浪费水的。现在水资源又是非常紧缺的一样东西，所以说最好是用这个水洗促进液给它把之前的这个残药给它去一去。然后呢，就是我们水洗的时间就会变短一些，然后其实也可以变相的省出一些水嘛。你看这个药水缸子里面各种各样的化学药水就混合在一起了。我记得以前这个高中的时候上化学课，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各种药水混在一起，差一点就这个把实验室给炸了。好，现在打开看一看。对，现在就可以直接打开了，因为已经定过影之后呢，里面的影像已经是固定在片机上面了，对，它就不会受到光线的影响了。我们来看看啊，来看看，你看，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看到没？这就是很显然是定影充分的，对，说明我们已经定好了，并且呢，这个定影药水的药效还是蛮强的啊。倒掉之后呢，其实可以先用清水洗一波。然后再用这个500毫升的水的话，滴入4到5滴就可以了。我这个瓶子正好是500毫升的，所以说直接往里面滴。哟，这是粘稠状的吗？怎么滴一滴的啊？好吧，刚才算3滴啊。混合的方式也是特别直接啊。然后浸泡，可以的，可以的。我已经看到了，应该是歼16D 了。
好，这个时候就要上水冲了，早起，冲水去了。对，这其实就是一个花时间的一个过程，然后直接让它在这冲就 OK 了。只要待会儿保洁大妈过来不批评我就好了。好了，水洗已经结束，配个稳定液，1、2、3、4、5，好。这个浸泡个几分钟之后呢，出来就什么也不用管了。像以前的话，我最早的时候我还会用刮水的一个夹子去刮一下，但那个的话就是第一，我觉得还是刮得不够彻底，然后还是会有水渍出现，然后另外它有可能会把这个底片给刮坏掉，所以说我不建议啊，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泡一泡，然后浸泡一下，等个1、2分钟，然后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直接一挂就行了。我已经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了，成功的，把它夹起来挂在这儿，然后等它晾干就可以了。对，你看，好看吗？确实很不严谨啊，中间有数次感觉差点就要翻车了，但好在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留言来问我，我一定会严谨的回复大家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你要跑多快才能追上自己射出去的子弹？这听上去有点像是伪命题啊，因为不管你跑多快，子弹射出去的速度都是在你的速度上又加上了它自己的速度，怎么都比你快，还怎么追？但是等等啊，有没有可能这样？我在射出子弹之后呢，马上就加速跑去追呢？通常情况下，子弹的初速度呢在700到800米每秒之间。我们取个中间值750米，那么它的时速就是2700公里啦。看样子你是怎么加速都追不上了。战斗机或许还可以啊，取决于子弹离开枪口时战斗机的速度。如果它是在1马赫的速度下开枪，不应该是开炮的话，那么就需要至少加速到3.2马赫才能追得上。谁可能会办到呢？似乎只有 SR-71黑鸟了。但是完成这个壮举的还就不是它，偏偏是一架最高速度不过1.1马赫，服役时间不过才短短几年的战斗机。格鲁曼 F11老虎，而他追上自己的炮弹纯属意外，并且还付出了坠机的代价，因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架自己把自己击落的战斗机了。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啊。上世纪50年代初，格鲁曼的设计师开始着手对其 F9美洲狮战斗机进行现代化改造，为它带来更低阻力的同时，实现超音速飞行的能力。当这样工作于1953年完成的时候呢，结果却拿出了一架与美洲狮完全不同的飞机。这种新型飞机配备了全跨距前缘凤翼和带有扰流板的后缘襟翼，而通常用于横摇控制的副翼则被拿掉了，翼尖也变为可上翻的样式，方便在航母上存放。在1955年4月的首次飞行当中呢，它就以接近1马赫的速度展示了其过人的高速能力，把海军惊得当即就下了订单，要求格鲁曼你赶紧给我交货400架。看起来啊，真是喜欢得不得了啊！然而蜜月期很快就过了，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老虎的缺陷一个个都暴露了出来。它的发动机不是那么可靠，它的续航里程呢捉襟见肘，它的耐用程度实在是很弱鸡啊，各方面的性能都完败当时生产的其他战机，比如沃特 F8十字军。于是到了1959年，在短短的4年之后，生产就被叫停了，只有199架被实际造了出来，而且很快海军连一架都不留给他们自己的航空母舰了，只在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继续使用了几年而已。按理说啊，这种完全没有存在感的飞机，应该很快就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才对嘛。可是他偏不，非要用一场极端的空难，把自己挤进超音速战机的名利场，好时不时跟人炫耀。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快吗？都快到被自己开出的火炮给击落了。是的，就在1956年的9月21日，年轻的美国海军试飞员汤姆·阿特里奇驾驶着一架 F11老虎从纽约长岛起飞。他此趟的目的是要在大西洋的上空进行武器测试。当爬升到6000米的高度时，测试开始了。阿特里奇以1马赫的速度，一边向下俯冲，一边从机身两侧共计4门20毫米的机炮当中射出了第一轮大约70发
的炮弹。仅仅4秒之后呢，它的高度就已经降到了4000米了。接着，他打开了飞机的加力燃烧室，以更大的角度开始了第2轮的俯冲。当到达2000米的高度时，他再次开火，直接就清空了弹袋。可片刻之后，他的驾驶舱玻璃被什么东西给打碎了。阿特里奇认为这是一次鸟击，他立即就放下油门，并拿起机头以降低速度，然后转身飞向纽约卡尔福顿附近的格鲁曼空军基地。但在飞回空军基地时呢，阿特里奇注意到刚才击中他的物体还在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留下了一道相当大的伤口，并且很快发动机就真的开始给他带来麻烦了。他最多只能开到78%的功率，如果再继续将油门推过这个数字的话，就会导致发动机按照他的话说像是用真空吸尘器从地毯上吸起石块一样剧烈咆哮。虽然是在继续飞向空军基地，但阿特里奇却在迅速的损失高度最终在距离基地不到1.6公里的时候，飞机的发动机熄火了，老虎最终扑上了一片森林，在跌跌撞撞的向前滑行了将近100米后才停了下来。所幸的是，阿特里奇只摔断了1条腿和3根椎骨，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该死的鸟他心中一定会这么骂到的。但事后调查显示，他骂错了，甚至他根本就不该骂嘛，因为导致他坠机的正是起初从他的炮口当中射出去的那70发炮弹了。这张图应该能够看得很明白了当炮弹离开飞机时，它们的初速呢虽然是2700公里，但是很快就会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大幅减慢。而与此同时呢，飞机的动力始终都在所以并没有减速。在这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当中呢，阿特里奇反而还开了加力，以更快的速度向下俯冲。于是无意当中，他从炮弹弹道的下方超过了炮弹。11秒后，当他重新拉起飞机，第1轮被他射出去的70发弹雨正好经过他的头顶，一发撞在了他的驾驶舱玻璃上，一发击中了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再加一发穿透了老虎的鼻椎。你说阿特里奇是什么样的运气才碰上了这样的概率？先是被海军声称只有100万分之一的可能的自己把自己给打了下来，又在坠机撞上地面后以极低的生还率从驾驶舱里面爬了出来。这2个概率拿出来乘一下，他该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人了吧？虽然这个幸运还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来的好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呢，飞机飞太快的确是容易误伤到自己的。不仅射出去的炮弹可能，就连射出去的导弹也是有可能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